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。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你刚才说有话跟我说，我们结婚好吗？阿美的这句话，忽然的让有福不知所措。但是，当阿美告诉他原因后，有福答应了。他们结婚那天，有福妈妈的精神特别好，她还能起床来，端坐在椅子上，接过阿美捧上的媳妇儿茶。阿美，有你看着阿后，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。1个月后，有福妈在微笑中走了。这些都是阿妈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把它分了啊。这些钱我算过了，一共有1200块，所以一人400块，鸿运。然后这本存折里呢，一共有6000块，这是阿妈留下来给你们当老婆本的。阿妈不在了，我最大，所以我暂时收着。等你们娶老婆的时候呢，我才拿出来给你们，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阿美啊，阿妈给你的那个珍珠项链，请你拿回来。大姐啊，这是阿妈给阿米的。阿妈不知道你们假结婚，真的把她当媳妇啦。可是这些日子，阿美怎么照顾阿妈，你也看到的。棺材老说啊，阿妈走的样子很平静，证明她走得很安心。如果不是阿美，阿妈会走得这么安心吗？棺材佬的话你也相信啊？你跟他买棺材，他当然什么好话都说了。我当初根本都不同意你们什么假结婚呐、阿妈泉下有知啊，可能气你们气到半死啊！大姐，有福，你别说了。阿妈除了给你这个，还有给你别的吗？大姐，你不要太过分呐！过分？什么叫过分啊？比起有些忘恩负义的人啊，我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。谁不爽啊？拿臭鸡蛋丢我啦！大姐，除了这条项链，伯母真的没有再给我什么东西了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咯。这是阿美的，你不是变哑巴了没？还给阿美。我叫你还给阿美啊！还就还啊，那么凶！
嘉玲昨天打电话来说，他们在那什么塔斯马尼亚的买了屋子，叫我过去住1、2个月。那是什么地方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他们不是说去澳洲的吗？是啊，他们说是要移民的，可是怎么又跑去了那什么塔斯马尼亚的，我也搞不清。总之是外国就是了。当然是外国啦。嘉玲说他们的房子有8个房间，你看有多大？他们2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？所以不是叫我过去住咯。可是我怎么去呢？怕坐飞机呀。嘉玲现在一定是很幸福。二虎，我要打醉拳。醉拳。嘉玲现在一定是很幸福。失败，失败。阿根，啊？你知道他妈的你在哪里吗？什么他妈的你？他是在问你塔斯马尼亚在哪里？塔斯马尼亚，哦 ，Tasmania 哈，是澳洲的一个地方。听说那边的空气很好嘞。真的在澳洲。阿根，啊？你真的很厉害。你知道他妈的你在哪里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我害死我妈，我害阿华坐牢。我是世界上最……失败，失败。对，失败，失败。阿豪，站起来，干嘛？阿豪，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他妈的，你在哪里？当年是我和阿荣把钱拿出来给阿爸医病的嘞，前后啊起码花去了3、4万，然后办后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花了一笔啦。这次阿妈生病啊，我把全部的钱都拿出来了，到底花去了多少我也没有算。哎呀，你姐夫失业也快要1年了，到现在还是天天在量马路。我家翁啊，已经痴呆到连人都认不出啊，不送他去疗养院也不行。还有我家婆啊，刚刚查出来中 cancer 啊，她的那些子女啊，个个都喊穷。我家婆就说算了算了，不要医啊，早死早好了。可是你说这样有可能吗？不过我跟阿荣啊，真的是连1分钱都挤不出来了，家里还有3个小的，我看我们全家啊抱在一起死了算了。大姐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直接说好了。听我多讲几句很烦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讲啦。你姐夫是打算卖房子，我想也只有这个办法啦。可是卖了房子，我们全家人睡哪里啊？难道睡马路啊？所以我打算叫你跟鸿运把屋子割名给我，等我们卖了房子，会拿一笔钱给你们的，反正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啦。你们都是单身汉嘛，出去外面租房间，每个月200块就解决啦。好，大姐要不是落到这个地步，也不会这样子求你了。对不起，请慢餐。快点，大姐，喂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找有福。有福不住在这里啦。那他住哪里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放错了。
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阿刚告诉我的。你就坐在这里。反正有一个地方睡就可以了，洗脸刷牙到公共厕所去很方便的。找我什么事啊？我辞职了。辞职？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我想跟你一起开创事业。开创事业？开创什么事业？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会煮咖喱鸡。那就煮咖喱鸡。不要开玩笑了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又在下雨，回家吧。有福，放手啊！有福。你在这里站了一整晚，你真的想这样过下去吗？不可以吗？我现在有地方睡，有饭吃，然后抽抽烟、喝喝酒，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吗？对啊，这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啊？当然不好。人生如果没有目标和希望，那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？当年我想放弃，因为我没有希望，没有目标。是谁告诉我不要放弃希望的？阿美啊，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，这个世界是充满希望的。希望在人间，人间有希望。这些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跟你说的，你跟我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是人，你也是人啊。对，你跟我都是人，可是你是聪明人，我是笨人。你努力了会成功，我呢，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会成功。你真的这样想吗？是谁告诉我有信心、有希望就能让你做出不可能的事？你说的这句话，到了今天我还牢牢记住。一碰到困难、想退缩的时候，我就用这句话告诉自己：我有信心，我就一定可以办得到的。那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问我大哥的。不管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不要再跟了，我要去厕所啊！你不是说你一直很想完成你阿爸的心愿的吗？你阿爸的心愿是什么？开餐馆，当饮食集团的老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想永远躲在货车厢里抽抽烟喝酒，你又怎么能完成他的心愿呢？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不要再管了，回家。有福，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听我说几句话？当初是你劝我不要放弃生命的，现在为什么你要放弃你自己呢？你知道你这个样子，我有多难过吗？我们会多伤心吗？嬷嬷如果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她会安心吗？她临终前嘱咐过我，要好好的照顾你，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放弃你自己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两兄弟合作，有福的咖喱鸡配上你的拉面，那会是怎么样的？你的拉面是大家公认的好，
有福的咖喱鸡也已经有10年的功力了，你们合作出来的成绩肯定会令人刮目相看的。鸿运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加入。没有用的。自从他叫大姐把项链还给你以后啊，他又不再开口说话了。算了吧，我们去买现成的面条来煮就可以了。用现成的面条我们就不特别了，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摊位内现场拉面，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面条、最美味的咖喱鸡。不用吧？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不能敷衍了事。可是他都不愿意，有什么办法？除非我们去请一个人来拉面。看来只好这样。走吧。要做就做到最好，只有我才能做出最好吃的拉面。来，小姐，你呢？1碗34号，1碗吃的，先生你呢1碗咖喱鸡面。安娜，你不收钱的话，我可不吃哦。如果不是你肯让阿美来帮我啊，我哪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啊？所以这一餐我一定要请的。听到了吗？你不乖乖被他请都不行啦。不过只能这么一次，下次谁来都不准请他。有福，我有言在先，我只让阿美请1年的假期，1年后她还是要回来我这里的。行，他当然是要回去你那边的，在这里啊，太委屈他了啦。怎么会委屈？如果这生意赚钱，我还要分一份的。John， 吃块蛋糕吧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找医生来好吗 ？John， 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好吗？我太太也患了癌症，她不肯去医治。阿梅，你帮我劝劝她好吗？我不要她像我一样，等到恶化的时候，想医也不能医。那时候医生说已经是第2期了。我本来跟你一样想放弃，但是后来还是接受治疗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你现在跟我一样，处于乳癌第2期，是可以治好的。阿美，不是我不想医，是我医不起，我真的医不起。庄的太太说，庄的医药费到现在还没有还完，亲戚朋友被他们借钱借到怕了，看到他们就躲开。哎，说来说去啊，都是钱钱钱。如果我们的面摊能赚到钱啊，我就把一半的钱拿出来帮他们。这是我自己想的啦，你跟红女也是股东，也要你们同意嘛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，我也来响应你们，把我个人1半的收入捐出去。可是你跟我不一样啊，我开的是小面摊，你可是几间超级市场的大老板呢。如果拿出500块，那你拿出的肯定就不止了。那没什么不同啊，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人。不过，光凭我们的力量是不足够的，每年不断有新增加的癌症病人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面对跟 John 一样的问题，所以应该有多一点组织来帮助这些人。那就看你的了。看我，为什么？你是社会精英，所以这样的工作应该由你们去做。有福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你们现在真是一闭口出气了。早知道我就不把阿美让给你。不过有福，我只是让他帮你发展事业，其他的我可不会让哦。啊？别听他瞎说。人家说情场如战场，我这叫先礼后兵。有福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还好人家有福不像你一样思想复杂。我明白。你是不是叫我不要跟你抢阿美做老婆？不是的。是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我不笨吧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那天晚上，有福躺了很久都没有睡着，他一下子在想：阿乐是不是喜欢阿美？那还用说？他都已经开口了，就算是笨蛋都知道他喜欢阿美。一下子又想：阿美是不是喜欢阿乐呢？好像是有一点点喜欢。再一下子他又想：我是不是喜欢阿美？人家说情场如战场，我这叫先礼后兵。有福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对呀，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，那就是说，我也喜欢阿美。再一下子他又想：阿美是不是喜欢我呢？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不过，最后他得出了结论：阿美应该是跟阿乐在一起的。好，睡觉。怎么那么早就来了？干嘛不多睡一点啊？哦，昨天很快就卖完了，所以今天我想煮多一点，那就多做一点生意，多赚一点钱，我就可以早点把你还给阿乐喽。怎么啦？嫌我在这里碍手碍脚了？你本来就是阿乐的人嘛，而且他对你，他昨天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啊？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在开玩笑。别想把我赶走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干嘛？吓到了？我是说真的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把福运咖喱鸡拉面发扬光大。我们要在半年里扩充营业，打进10个，接下来就要开店，然后变成连锁集团，然后我们要走出新加坡，让福运影视集团名扬海内外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啊？对，我是在做梦，我们都应该敢于做梦。如果当初不是有人梦想像小鸟一样在天空飞，就不会有人发明出飞机了。真的可以吗？3个月后，他们终于在购物中心的食阁里开设了福运的第1家分号，由阿美亲自打理，阿根和嘉玲爸加盟当主力。干嘛？这是监狱外面呐！哦，你瘦了很多。哥，妈呢？妈在家里等你回去吃饭呢。阿坏，有福哥。喂，你去哪里？哥，你不要这样听我说啊！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我曾经也因为你的事，很气自己，也很气阿美，但是后来，我觉得事情这样解决没什么不好啊。当初如果你跑了，你又能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就算你能躲到今天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还是不能出来见人的。现在坐完牢了，你可以重新开始，这样不是比躲躲藏藏好吗？哥，有福哥说的很有道理，以前的事就算了吧。你在牢里不是说你不怪有福哥和阿美姐了吗？对呀，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，算了啦。阿好现在在做咖喱鸡面的生意，做得很好哦。他说等你出来可以一起做啊。是啊，欢，我们可以一起做的啊。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，但是我根本不需要靠你。喂，你跟着我！喂，你跟着我干嘛了？我没有钱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跟着我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如果我是那么爱钱的女人，早已经跟别的男人了，还等你等到今天？那是你自己笨，谁叫你等我啊？
你应该去找一个又老实又笨的男人嫁给他，那你跟你的女儿就会有好日子过，懂不懂？你发神经啊！想甩掉我啊！是，我是想甩掉你，再不放手我就揍你，走开！来发后来回去看了他妈妈一下，就说要到泰国做生意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我炖了汤，来坐下来喝。你炖汤干什么？我吃面就行了。你整天吃咖喱面很热气的，你最近这么忙，身体又不是很好，你要小心照顾身体啊！快点喝，快点喝，来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喝？很甜。那我们再开多一间专门卖汤的店，你说好不好？张有福，你的野心越来越大了。是你叫我们要多想敢想的嘛。只要有实力，当然行了。不过做事要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来。等我们这盘生意上了轨道，再想别的点子也不迟啊。好，那就定一个3年的计划。3年后，我们除了卖面也卖汤。怎么不对吗？是你叫我们凡事都要做好计划的嘛。好，就定下3年计划吧。有福。来，试试看。哇，听说你的咖喱鸡面已经很有名了，连电视的美食节目都来采访了。没有啦，随便做而已啦。随便做就已经开了几间分店了，如果你认真的做，那不是更不得了吗？那都是靠阿美了，没有阿美，我到现在还是在帮东叔煮咖喱鸡呢。快点吃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好。真的很好吃哎。那下次多来吃咯。你这次回来多久啊？大概2、3个星期吧。那 Thomas 有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有啊。那改天带他来吃咯。我看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他很忙啊。我们是回来办离婚的。一样的路灯，一样的回家路，但是每次的心情都不同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以前的日子过得比较开心。那个时候也许一无所有，但是看一场电影，吃一碗鸭粥，一边走路回家，一边说一些无聊的话，那种感觉也挺好的。你说是吗？在塔斯马尼亚的第1年，我们都很开心。后来，慢慢的觉得越来越无趣了。再美的风景，再大的屋子，看久了、住久了，也会腻。就像人跟人一样，相对久了，该讲的话都讲了，该做的事也都做了，就失去了新鲜感。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的烦，一烦就想要发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吵架了。后来我们搬去了悉尼，那里没那么闷，但是我们还是动不动就吵架。最后大家都同意，也许分手是最好的选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啊。我想，我们彼此爱得不够深吧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2次的婚姻都失败了，但是却让我的银行存款增加了。我想去名丹岛开一间 SPA， 像你一样，好好的发展我的事业。你是怎么做生意的？这样子生意迟早给你弄垮。大姐，你要骂就回家骂吧，你口水乱喷。大姐，什么事啊？气死人了啦！刚才爱周刊的记者来吃面啊，我叫他给人家多一点鸡肉，他却给人家鸡屁股啊！还好那个记者喜欢吃鸡屁股啊，要不然不是很失礼。人家喜欢吃就好咯，你骂我干嘛？该骂！你怎么会放鸡屁股下去煮的？不是说鸡屁股鸡脚都要去掉的吗？对呀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子骂他啊！做事不认真啊，做错了还死都不承认。如果刚才那个记者啊不喜欢吃鸡屁股怎么办？回去周刊那边一写啊，那我们再回来不是砸啦？会这么严重咩？你看他还这样子顶我。福，你
跟我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打死你了！打死你了！你给我狠狠的骂他啊！我知道是我错了，你想骂就骂吧。谁要骂你啦？生意是你的，你不珍惜的话，骂你又有什么用？如果你觉得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鸡屁股，不需要大惊小怪，那你以后用你方法煮好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总之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就是了。阿乐的车子出了意外，脚骨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时候的事3天前。不过他叫他的员工不要告诉我。我今天早上有事找他，才知道这件事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起码要躺在病床上3个月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！他的生意不能受影响，我想我应该回去了。好啊好啊，你赶快回去帮他吧。可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能放心回去吗？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不小心放了一个鸡屁股，你放心回去吧。这不只是一个鸡屁股的问题，而是这些日子你很不对劲。惠妹，是因为嘉玲对吗？你放3天假，去把嘉玲的事解决了。如果你爱她，就跟她表白，看她怎么说。你已经等了这么久了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准备了2天1夜的配套，让你这个大老板好好的在这里松懈一下。什么大老板啊，只不过是个卖面的。先生，好了，请问舒服吗？舒服，舒服。哎，怎么变成是你啊？怎么样？我这个老板的按摩技术还不错吧？很好，很好。你是第一个我亲自伺候的客人，可见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。嘉玲啊。啊？我想。请你吃饭。你是我的客人，当然是我请啦。怎么就是说不出口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说。为我好朋友的成功干一杯。我现在哪里算成功啊？在我眼里，你已经很成功了，而且啊，你会越来越成功。因为你有一个很厉害的女孩子在帮你哦。你说阿美啊？她已经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她本来就有自己的事业啊，她只是暂时过来帮我罢了。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啦，不会再把鸡屁股丢进去煮了。鸡屁股？哦，有一次啊，我把鸡屁股丢进去煮了，还给一个记者吃到了。哈，那不是很糟糕？还好那个记者啊喜欢吃鸡屁股，不过阿美很不高兴啊，说了我一顿。还叫你做什么？叫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我跟你的鸡屁股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要我跟你说。说什么？说出心里话。所以我就决定来找你了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嘉玲啊，我想说。我要跟你在一起。
我真的很想要跟你在一起。有福，我们出去走走好吗？有福，我宁愿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，也不要做夫妻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做一个好太太。做夫妻会做到反目成仇，可是做朋友不会。让我们做一辈子的朋友，好吗？这些日子以来，是你常常在帮我，而我呢，不管对你的事业或者对你个人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所以我觉得，相比之下，有人更值得你去珍惜。你是说阿梅？嗯。不，阿梅应该跟阿乐在一起的。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舒服多了。回去后，我会把一切都放下，好好拼我的事业。要记得哦，绝对不能够再捞出一个鸡屁股。对啊！等你的新店开张，我一定会回去捧场，好好努力。你也一样。再见。再见。有福知道，他应该放下嘉玲了。如果不能做一辈子的夫妻，他宁愿做一辈子的朋友。阿环，阿环，来发说，他在出狱的前几天，发现自己得了肺癌。他决定在出狱后隐瞒这件事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后来病重被送入院，他也跟医院当局说他没有亲人。阿环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我都快要死了，我不想拖累家人。你们都在创业，我更不想麻烦你们。医生说我得的是肺癌，医了也是白医。我只是有点不甘心。本来以为出来了之后可以重新做人，但是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出来之前就得了这种病。我能够在这里碰到你，我们也算是有缘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当然可以。
答应你，等我走了之后，你再告诉我老妈，还有小妹，还有帮我照顾阿花。小姐啊，昨晚我看电视新闻说你们成立了一个癌症基金，帮助那些经济有困难的癌症病人，对吗？对呀。我想代表公司捐一些钱。2005年的某一天，我来到了朱雀，寻找有福的咖喱专卖店。我终于找到了有福，跟他说明了来意。拍电视剧？没错。我们打算跟 NKF 癌症基金一起联手制作一部有关癌症的电视剧。那我们听说你之前捐了一笔很大的款项给癌症基金，我们想向你了解是什么原因让你捐出这笔钱呢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呐，是大家的，多数是他的。不过他不要出名，所以就说是公司的咯。哎，没什么的啦，又不是很多钱。我爸死于癌症，我2个好朋友也都死于癌症，我又不能做什么，只能把赚到的钱捐一些出来，帮助其他像我爸、像我朋友那样的人，就是这样啦，没什么的。对不起啊。老板，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，我其实只想……哎呀，我弟弟这个人啊，不会讲话的啦。你要写故事是吗？我来讲。我弟弟的故事啊，很精彩的。他是你弟弟啊？是啊是啊，我叫 Pearl 珍珠，我弟弟叫有福，有福气的意思啦。哎呀，说到有福这个名字啊，就从我阿爸那边说起了。后来我又来了好几次，逐渐跟店里的人混熟了，有福的故事就越来越成型了。我决定把有福的故事写出来。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时，什么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我的故事有什么好看？一定很闷的。虽然你的故事没有什么高潮起伏，也不戏剧化，可是它却很真实。我要写的就是一个平凡但真实的故事。那是你说的，如果收视率不好啊，你不要怪我啊。有一个问题，他们都不肯回答我，要我亲口问你。什么问题啊？阿美到底最后是选择了你，还是阿乐？我不说了啦，你们这么会编故事，你们去编吧。阿豪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阿美在婚纱店等你呀。不是3点吗？哎呀，我的手表停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走了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就是这样的嘞。大家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吧？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叫有福的人的故事。逆境中伸援手，是造福，造福者有福。也许我没拿到满分，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唤醒，不能为。